如果撒哈拉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呢？你以为那里只是一片死寂的沙海，一个除了高温、狂风和缓慢移动的沙丘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么又该如何解释那些长着真正后腿的海怪化石？它们的骨骼就躺在沙漠地表，距离最近的海洋却有数千公里之遥。又或者那些比巨石阵还早上千年的天文石阵，再或者那些形成时需要接近陨石撞击温度的天然玻璃，而本该留下的撞击坑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在最后还有一个直径约50公里的巨大结构，它与亚特兰蒂斯的描述相似到让人很难简单归结为巧合。今天我们要看看撒哈拉中的7个地点，7个真实存在的地方，7个足以冲击传统历史认知的地方。随着探索不断深入，你会发现越来越难把这些东西简单视为几个毫无关联的巧合。人们习惯把撒哈拉看作终点，水的终点，生命的终点，文明的终点。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脑海里就有这样一幅地图：非洲北部一大片黄色区域，横亘在地中海与赤道之间，仿佛是一片巨大的空白地带。但这种认知并不准确，撒哈拉不是终点，它更像是一层盖子，而在这层沙海之下埋藏着太多令人不安的痕迹。在今天的黄沙之下，曾经存在过一个湿润的世界，那里有湖泊，有河流，有大型动物群，有聚落，有石质建筑群，甚至可能存在过完整的文化传统。而今天能够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一些零散碎片。过去几十年里，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卫星遥感技术不断从这层沙海之下挖掘出新的证据。单独来看，这些发现或许只是某个专业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但当它们被放在一起时，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撒哈拉不再像一片沙漠，它开始像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启档案馆。而这整个故事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接下来提到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已经被正式记录和确认的事实。这不是神话故事的合集，也不是未经证实的都市传说。这里有世界遗产遗址，有地质异常记录，有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有实地科考，也有卫星影像数据。问题从来不是缺少证据，问题在于这些证据拼在一起之后，与我们熟悉的历史图景并不吻合。科学当然能够逐个解释这些地点，但当它们同时出现时，那套熟悉的历史叙事开始出现裂缝。所以我们先从脚下开始，从那些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开始。埃及开罗西南约200公里处的一片高原，如果事先没人告诉你即将看到什么，你的大脑很可能会拒绝相信眼前的画面。在沙漠地表上散落着巨大的深色骨骼，长长的脊椎，巨大的下颌骨，不在博物馆里，不在展柜中，也不在考古发掘现场，而是直接躺在地面上。1具、2具、3具，直到某一刻，你突然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次偶然发现，这里是一整片墓地，一座位于沙漠中心的鲸鱼墓地。这里就是鲸鱼谷，世界上最重要的古生物遗址之一，并于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考古学家已经在这里发现了数百具距今约4500万年的古鲸骨骼，其中最著名的是龙王鲸和毛齿鲸。龙王鲸体长可达18米，是那个时代海洋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它会猎杀大型鱼类，甚至可能捕食年轻的毛齿鲸。但比体型更重要的是它的身体结构。龙王鲸拥有真正的后肢，不是装饰性的残留结构，不是模糊的演化痕迹，而是完整的后腿，拥有股、膝关节以及脚趾。这是一种已经适应海洋生活，却还没有彻底告别陆地的生物，而这正是鲸鱼谷最重要的科学价值所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片壮观的化石遗址，更像是一处把演化过程直接暴露在地表上的地方。在这里，你能看到生命史上最重要的转变之一，陆地哺乳动物如何一步步变成现代鲸类。当你真正站在这些骨骼旁边时，演化论不再是教科书里的示意图，它变成了真实存在的东西，而这种真实看起来相当震撼。一头体长18米、长着后腿的海洋巨兽，如今却躺在非洲腹地干燥的沙漠中央。不过龙王鲸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它的身体极度细长，虽然长度可达18米，但身体直径相对纤细，以至于科学家在最初发现它时，一度认为它是一种海洋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事实上，龙王鲸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蜥蜴之王。19世纪中期刚被发现时，人们并不知道它其实是一头鲸，
后来即便确认了身份，这个名字也没有被修改，于是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头名字像蜥蜴的鲸鱼。这个看似有些戏剧性的细节，恰恰说明了它有多特殊，甚至连最初研究它的科学家都没能立刻弄清自己究竟发现了什么。但鲸鱼骨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并不仅仅是这些古生物化石，它更直接证明了一件事：4500万年前，今天的撒哈拉并不是沙漠，这里曾经是古特提斯洋温暖海湾的一部分，海水曾在这里拍打岸边，海洋掠食者曾在这里游弋，这里曾有真正的海底，而那些死去的生物最终沉积在海床之上。换句话说，今天的撒哈拉本质上是一片古老海底，这不是比喻，也不是诗意表达，而是一个可以亲手触摸到的地质事实。不过，这还只是档案馆最表层的一页，因为地质学能够解释这些鲸鱼骨骼从何而来，却无法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海洋退去之后，人类来到了这里，而他们很快开始做一些更加奇怪的事。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学家弗雷德温多夫和约翰麦金在纳布塔普拉亚发现了一处巨石遗址，这里有石环，有竖立的石板，也有沿着地平线方向排列的巨石标记。当研究人员开始测量这些石头的朝向时，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出现了。部分石头所指向的位置与夏至日太阳升起的方向高度吻合，还有一些石列则与明亮恒星的位置存在对应关系，其中甚至包括大约6000到7000年前的猎户座区域。这种精确度已经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这里最著名的遗迹是一个直径仅约4米的石环，从外表看，它朴素的几乎不会引起普通人的注意，但这恰恰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它不像金字塔那样依靠庞大的体量吸引目光，它只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却悄无声息地推翻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古代撒哈拉的牧民并非不具备复杂天文观测能力，一些研究者甚至把纳布塔普拉亚称为非洲的巨石阵，但这个称呼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比巨石阵至少还要早1000年。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某种已知文明的模仿品，而是一套更早出现的天文观测传统。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在纳布塔普拉亚地区，人们发现的不仅仅是这些石质结构，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季节性营地遗迹、储藏坑、动物骨骼，以及一些被部分研究者解读为牛群仪式性埋葬的遗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这些建筑的创造者并不是偶然路过的游牧者，随手把几块石头插进地里。他们拥有一套系统，拥有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他们知道如何把天空、水源、季节、变化以及生存联系在一起。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观察天空并不是某种抽象兴趣，那关系到生死。有些巨石重达数百公斤，个别石块甚至接近1吨，它们不仅需要被发现，还需要被运输树立，并按照整个群体都能理解的规则进行排列。这已经不再是临时起意的行为，而是代代相传的知识体系。也正是在这里，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8000年前生活在撒哈拉的人们究竟是如何获得如此精确的天文知识的？我们习惯把复杂的天文观测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者玛雅文明联系在一起，却很少会想到一群生活在湖泊边缘的牧民也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气候开始变化，撒哈拉逐渐干涸，水源消失了，而人们也追随着水离开了这里，只有这些石头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依然静静矗立在那里，仿佛在无声地挑战着我们熟悉的历史图景。因为接下来要看到的东西将进一步说明，这些人不仅仅是在观察天空，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甚至已经超出了今天许多人对撒哈拉的想象。在今天撒哈拉腹地有一个地方叫做塔西里高原，如果按照图阿雷格人的语言翻译，它的名字意思是河流的高原。而对于今天的撒哈拉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几乎像是一种讽刺，因为几千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河流曾从这里流过，植被曾覆盖这里，长颈鹿、大象、河马以及成群的野牛曾经生活在这里。而这些并不是某种大胆幻想下的复原图景，因为人们把这一切刻在了岩石上。考古学家已经在这里发现了超过15000幅岩画和岩刻，这里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岩画遗址群之一。这些作品跨越了极长的时间范围，从远古狩猎场景到后来的畜牧生活，都被记录在岩石之上。也正是在这里，
人们终于意识到一件事儿：撒哈拉变成沙漠，其实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儿，不是地质意义上的最近，而是人类尺度上的最近。近到生活在这里的人还来得及把自己的世界留在岩石上，其中一些岩画的真实程度甚至令人吃惊。创作者准确描绘出了动物的肌肉线条，奔跑时四肢的动作，脖颈的倾斜角度以及脚的形状。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它几乎排除了一个最方便的解释：那些奇怪的图像只是因为作者画工不好。恰恰相反，这些人非常会画，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与众不同的形象才显得格外奇怪。20世纪50年代，法国研究者亨利·洛特率领大型考察队来到塔西里高原，并提出了著名的源头时期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岩画中，出现了大量比例异常的人形形象，它们拥有巨大的圆形头部，没有清晰的五官，有些身体轮廓甚至看起来像穿着某种特殊服装，其中一些图像高达数米。最著名的一幅作品描绘了一个拥有巨大圆头和细长身体的身影，而站在旁边的人物几乎像侏儒一样渺小。洛特当年被这一画面深深震撼，并把它称作伟大的火星神。当然，现代学术界并不接受这种解释，但这个称呼本身却说明了一件事：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在第一次看到这些图像时，也很难立刻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它们。目前较为谨慎的解释包括宗教仪式、象征性形象、神话生物或者特殊艺术风格，这些解释都有可能成立。但问题在于，这里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细节：这些岩画的创作者明明能够极其准确地描绘现实中的动物，这说明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水平。那么为什么偏偏这些人形形象会呈现出如此非同寻常的样子？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像是创作者刻意想表达某种不完全属于人类的存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根据部分研究者的判断，这些源头形象所属的年代可能比后来的写实畜牧场景更早。换句话说，最先出现在岩石上的是这些拥有巨大源头和奇特身体比例的神秘形象，而后面才出现我们熟悉的狩猎、放牧以及日常生活场景。这并不能证明任何神秘学说，但它确实让只是某种特殊绘画风格的解释变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塔西里高原对于撒哈拉历史的意义，其实和鲸鱼骨对于地质学的意义有些相似。它告诉我们，在今天这片沙漠所在的位置，曾经不仅存在过绿色世界，还存在过丰富的视觉文化、集体记忆，以及一些直到今天仍然难以被完全解释的图像。而接下来，故事将发生变化，因为从这里开始，撒哈拉不再只是生物和艺术的档案馆，它开始显露出一场巨大灾变留下的痕迹。在埃及与利比亚边境附近的大沙海地区，人们发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物质，那就是利比亚沙漠玻璃。这些玻璃碎片呈透明的金黄色，有些则带着淡淡的绿色，它们散落在沙丘和砾石之间，看起来仿佛是不久前才被人遗落在那里。有些碎块甚至重达数公斤，但事实上它们已经存在了数千万年，而这也让它们从一种漂亮的地质奇观变成了撒哈拉最神秘的谜团之一。利比亚沙漠玻璃的主要成分几乎是纯二氧化硅，纯度高达 98% 左右。想要形成这种玻璃，通常需要瞬间达到1600至2000摄氏度的高温，这样的温度往往只会出现在极端事件之中，例如大型陨石撞击、超强空暴或者极其罕见的地表熔融现象。但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是一次足以产生如此高温的撞击事件，那么本该留下一个巨大的撞击坑。然而直到今天，这个撞击坑依然没有被找到。近1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它，却始终没有结果。而正是这个缺失的撞击坑，让整个谜团变得格外顽固。如果能够找到明确的撞击遗迹，这个问题或许早已得到解释。可现实恰恰相反，这里有绵延数千平方公里的玻璃分布区，有形成玻璃所需的极端高温证据，也有支持撞击起源的微观痕迹，但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整解释这一切。一些科学家认为，它可能来自一次巨大的高空爆炸，另一些人则提出，可能曾发生过一次古老的陨石撞击，只是撞击坑后来被漫长的风化和侵蚀彻底抹去。还有研究者指出，这些玻璃的部分特征与典型撞击玻璃并不完全一致，而争论持续的越久，人们越会产生一种感觉，我们看到的或许是一场至今仍无法被完整还原的远古事件留下的痕迹。后来，随着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
整个故事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在这位年轻法老的陪葬珠宝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枚著名的圣甲虫事件，它被镶嵌在一条华丽的胸饰项链中央。后来的分析显示，这枚圣甲虫正是由利比亚沙漠玻璃雕刻而成。这意味着古埃及人不仅知道这种材料的存在，还曾深入沙漠寻找它，并将其视作极其珍贵的宝物，珍贵到足以被用于王室珠宝。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古代人发现了这种来历不明的神秘玻璃，穿越数百公里沙漠将它带回文明中心，并把它制作成献给法老的饰品。而在他们眼中，法老几乎等同于神明。有研究认为，在图坦卡蒙时代之前，一些游牧群体可能就已经把这种玻璃当作特殊材料使用。但真正让它闻名世界的仍然是那枚圣甲虫，因为人们突然发现埃及最著名的考古发现之一竟然与一个至今仍没有明确答案的地质谜团联系在了一起。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事件曾在撒哈拉上空或者撒哈拉地表释放出足以融化如此大面积沙子的能量？是一颗陨石，一次高空爆炸，还是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连锁事件？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确定答案。而也正因为如此，接下来这个地点才显得格外特殊，因为它讨论的已经不再只是地质学，而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失落文明传说之一。如果从卫星视角俯瞰撒哈拉西部的毛里塔尼亚地区，你很快就会注意到一个巨大的同心圆结构，它看起来仿佛有人用一只巨大的圆规在地球表面刻下了一圈又一圈的环形痕迹，圆环套着圆环，层层向外扩展，整个结构直径约50公里。由于外形极其醒目，从早期航天时代开始，飞行员、宇航员以及地图绘制人员便已经注意到了它的存在。这就是著名的理查特结构，也被称为撒哈拉之眼。地质学家通常认为它的形成与地壳抬升以及长期差异侵蚀有关。不同硬度的岩层经过数百万年的风蚀和水蚀，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独特的同心圆地貌。从地质学角度来看，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理查特结构还有一个极少有地质遗迹具备的特点，它与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失落文明传说之一产生了惊人的重叠。这里所说的正是亚特兰蒂斯。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提迈欧篇和克里提亚篇中，亚特兰蒂斯被描述成一座拥有同心圆结构的巨大城市，中心岛屿环绕的陆地与水道，外围广阔的平原，以及位于海格力斯支柱之外的位置。一些研究者提出，如果按照某些历史尺度进行换算，那么书中记载的部分尺寸甚至与理查特结构的规模存在某种相似性。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点并非学术界的主流结论，绝大多数研究者并不认为理查特结构就是亚特兰蒂斯。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话题才始终充满争议，因为支持者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太多令人难以忽视的相似之处。环状结构相似，尺寸接近，位置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周围存在广阔平原，甚至连整体视觉形态都与柏拉图笔下的描述存在一定对应关系。而更关键的是，直到今天，科学界也没有找到另一个同样符合这些特征的地点。正因如此，理查特结构才会不断被卷入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讨论之中。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这种传说真的与某个真实地点有关，那么它出现的位置可能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深海，而是在今天的撒哈拉内部。而当我们回想起前面提到的内容时，曾经的海洋，曾经的河流，曾经的绿色世界，这个想法似乎也不再像最初听起来那样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撒哈拉并不总是一片沙漠，在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这里曾拥有湖泊、河流以及更加湿润的气候环境。因此，一个大型社会系统曾经存在于这里的想法也不再完全像科幻故事。更有意思的是，地质研究还在理查特结构内部发现了淡水沉积物的痕迹，这意味着这里曾经有过水，而且是淡水，正是大型聚居地赖以生存的那种资源。巧合的是，柏拉图在描述亚特兰蒂斯时也曾专门提到过河流和泉水，这种对应关系开始让整个故事变得越来越耐人寻味。当然，这些巧合并不能证明理查特结构就是亚特兰蒂斯，但问题或许本来就不在这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拥有如此规模、如此形态，又位于如此特殊位置的地貌，为何会与古老传说产生如此多重叠之处？
如果某些神话背后真的保留着真实地理记忆，那么我们是否曾过早否定了太多古老传说？不过，即便是理查特结构，也还不是这份档案中最令人意外的发现，因为接下来出现的是一个长期被挤出大众历史视野的文明，它留下的遗迹甚至是一整片金字塔群。苏丹、努比亚沙漠。如果一个人从未听说过麦罗埃，那么第一次看到这里时，往往都会产生同样的反应，认知错乱，因为你看到的是金字塔，很多很多金字塔，这里已发现超过250座金字塔，数量甚至超过埃及现存金字塔。仅这一点就足以颠覆许多人对于非洲古代文明的印象，因为在大众认知中，非洲历史似乎总是在埃及边界附近戛然而止，而麦罗埃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种观念。麦罗埃曾是库什王国的首都，那是一个与埃及关系密切却绝不能简单视为埃及附属品的强大努比亚文明。更重要的是，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7世纪期间，库什统治者甚至征服了埃及，并建立了埃及第25王朝。换句话说，那些在大众文化中几乎被忽略的人，不仅建造了自己的金字塔，他们甚至一度成为埃及法老。仅凭这一事实，他们原本就应该成为任何古代文明课程中的重要章节，但现实却并非如此。麦罗埃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存在明显差异，它们更加狭窄，比例更高，坡面更加陡峭，旁边通常还建有小型祭祀建筑，整体给人的感觉并不像简单模仿，而更像是一套拥有独立建筑语言和独立信仰体系的发展传统。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发生了考古史上最野蛮的破坏事件之一。1834年，意大利探险者朱塞佩·费里尼来到这里寻找宝藏，他直接炸毁金字塔顶部，用最粗暴的方式闯入内部，大量建筑遭到破坏，许多遗迹被永久损毁，部分出土文物流入欧洲博物馆，而更多东西则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但即便经历了这样的破坏，麦罗埃依然不断给历史学家带来新的疑问。在墓葬和文化遗存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远距离贸易的证据，这些发现表明，他们不仅与埃及和地中海世界保持联系，还与红海沿岸、阿拉伯半岛，甚至可能更远的印度地区存在交流。这意味着麦罗埃并不是偏远边疆，它更像是古代世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枢纽。而最令人头疼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麦罗埃文字。研究人员已经成功破解了这种文字的发音系统，却无法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每一页文献仿佛都隔着一层薄雾，你知道他在说话，却听不懂他究竟想表达什么。而这正是大量麦罗埃遗产如今的真实处境。与此同时，地球物理探测还在部分金字塔和建筑下方发现了地下异常结构，空洞、密室、封闭空间以及未知构造被陆续记录下来，但其中很多尚未开启，也尚未得到明确解释。这意味着在努比亚金字塔之下，很可能依然埋藏着尚未被发现的资料，而这些发现未来改变的也许不仅仅是我们对库什王国的理解，甚至可能影响整个东北非古代历史的认知。也正因为如此，主流历史叙事至今仍把麦罗埃当作一个边缘注脚，反而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它根本不是注脚，它是一整个世界，一个我们至今仍无法完全读懂的世界。然而，撒哈拉保留的最令人不安的秘密，或许并不在那些矗立的金字塔之间，而是在那些看上去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因为最后一个地点并不是什么著名遗址，它更像是一种感觉，一种让人意识到我们或许还远远没有理解这片沙漠真正规模的感觉。阿哈加尔高原位于撒哈拉腹地的一片巨大山地地区，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主要由图阿雷格人穿行往来。第一眼看去，这里似乎只有沉默、岩石和空旷，没有金字塔，没有神庙，也没有热门旅游路线。但恰恰是这种空白让它显得格外危险，因为历史最喜欢把重要的东西藏在那些看似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阿哈加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石质结构，有圆形，有直线形，有长条状围场，有矩形遗迹，还有一些看上去明显经过规划的土石堆。其中部分结构在撒哈拉其他地区也曾被发现，研究人员通常把它们与墓葬、牲畜、围栏或者仪式场所联系在一起。但还有一些遗迹却无法被完全归入任何已知类别，它们的布局过于几何化，它们的朝向似乎带有明确意义，而最奇怪的是，其中一些结构只有从空中俯瞰时才能真正看出完整形态。于是，一个熟悉的现象再次出现了。
无论是纳斯卡线条、中亚草原上的巨大地表图案，还是阿拉伯半岛那些庞大的石构遗迹，都呈现出相似特点。站在地面时，它们看起来只是一些零散石块，但当视角升高之后，混乱忽然变成秩序。对于现代考古学来说，这已经不算陌生现象。但对于普通人而言，一个问题依然难以回避：这些建造者当初究竟是按照什么视角进行规划的？附近山坡、高地观察点，某种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象征地图，还是说我们根本还没有理解这些结构真正的用途？而阿哈加尔最令人不安的地方，还不仅仅是这些遗迹本身。当地图阿雷格人的传说中经常提到古老营地、神秘地点以及比现代游牧路线更早存在的人群活动痕迹。当然，口述传统并不能代替考古证据，但很多时候它们却可能是某些失落历史留下的最后回声。当考古遗迹、自然景观以及当地记忆同时指向同一个方向时，忽视它就变得越来越困难。阿哈加尔高原本身也值得特别关注，这里不仅是一片高地，最高峰海拔达到2918米，是整个阿尔及利亚的最高点。而更令人意外的是，2019年至2022年的卫星调查显示，这一地区记录到超过800处石构遗迹，而其中绝大多数既没有正式描述，也没有明确年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两块奇怪的石头，而是整整一层尚未被系统研究的历史遗存。问题在于，这里的系统性研究依然极为有限，原因其实并不神秘：交通困难、局势不稳定、资金不足、区域过于广阔。这些现实因素共同导致撒哈拉大片地区至今仍停留在发现了、记录了、简单描述了的阶段，距离真正深入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喜欢幻想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无限可能的邀请，但对于历史学而言，这其实更像一种遗憾，因为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地球上依然存在大片区域，而我们对那里最诚实的回答仍然只有一句话：我们几乎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7种完全不同的证据，拥有后肢的远古鲸鱼，比巨石阵更古老的天文观测遗址，记录绿色撒哈拉的岩画档案，来源至今仍存争议的神秘玻璃，与古代传说产生惊人重叠的环状地貌，拥有金字塔与未完全解读文字的文明，以及那些只有从高空才能看清全貌的石构遗迹。单独来看，每一个地点都已经足够特殊，但当它们被放在一起时，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他们让我们失去了把撒哈拉简单视为一片沙漠的理由，因为它不是空白，它更像是一座被沙海覆盖的巨大档案馆。而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痕迹被重新发现，人们开始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或许我们正在迟到了一场关于过去的巨大对话。这场对话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只是我们一直没有认真去倾听。撒哈拉从未沉默，只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把它误认为一片空地而已。